作为美军直升机家族的王牌，世界上速度最快的直升机 CH-47支奴干直升机，自1960年服役以来就始终统治战场高空，甚至由于战力过分强悍，被全球16国家抢着采购。但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同样具备重型直升机研发技术的中国，为何没有仿制该直升机？是不喜欢吗？今天我又带大家全方位了解这款服役超半个世纪的传奇直升机到底如何征服世界。如果你问一个普通人直升机长什么样，他肯定会告诉你，头顶一个大旋翼，或者屁股后面带个平衡旋转的小尾巴。这种单旋翼带尾桨的设计确实是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直升机的标配，但美军的工程师在构思最新的 CH-47直升机项目时，却在思考一个问题：凭什么我们要浪费 10%到 15% 的发动机功率去驱动那个除了防止飞机原地打转对升力毫无贡献的尾桨？在追求效率的美军眼里，这种浪费简直是对物理学的亵渎。于是福特公司，也就是后来的波音福特，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胆大包天的方案：纵列式双旋翼。简单来说，就是机头顶着一个旋翼，机尾翘起顶着另一个旋翼，这两组旋翼的直径完全一致，但旋转方向相反，这就完美的抵消了旋翼转动产生的扭矩，也就是所谓的反向扭力。最关键的是，两组旋翼产生的所有下洗气流全部都转化为向上的升力，这就意味着 CH-47身上那两具恐怖的莱康明涡轮轴发动机100%的马力都在暴力的把飞机往天上拽。这就好比两个举重冠军一起托举一个杠铃，不仅稳，而且力大无穷。这种设计赋予了 CH-47一个极其恐怖的绰号——飞行火舱。别的直升机吊个吉普车都得喘粗气， CH-47飞过来像拎购物袋一样轻松。不仅如此，因为没有了长长的尾梁和脆弱的尾桨， CH-47的机身可以做得非常短促紧凑。这种纵列双旋翼结构让 CH-47拥有了常规直升机梦寐以求的机动性。它不仅能在空中像板砖一样稳定的悬停，甚至还能做出一种让所有飞行员都直呼卧槽的特技动作，那就是后轮着陆，机头悬空。只有两个后起落架搭在悬崖边缘或者楼顶，士兵们直接从后舱货门跳出，完成部署后，飞机直接拉升起飞。这种动作，常规直升机要是敢尝试，尾桨瞬间就会拍在石头上，直接击毁人亡。但对于支奴干来说，这只是家常便饭。这种对物理定律的调教，让他在1962年服役之初就成了全球飞行速度最快的直升机。请注意，那可是60年代，那时候很多国家的直升机还在玩蹦床，美军已经开着这玩意儿在越南丛林里飙车了。特别是 CH-47A 型一问世，就配备了两具2200匹马力的莱康明 T55L5 发动机，它的毛重达到了 14.9 吨，有效载荷 4.5 吨，堪称直升界的赫拉克勒斯。随后，美军迅速根据越南战场的反馈，迭代出了 CH-47B 和 CH-47C， 特别是 B 型，换装了2850马力的发动机，重新设计了非对称型主旋翼，直接让支奴干具备了快速起飞的能力。不过，在越南那闷热潮湿、空气稀薄的环境下， CH-47的表现之所以让北越军队感到深深的绝望，它不仅仅是在运送物资，更是在战场上扮演了一个让对手恨得牙痒痒的战场回收员角色。如果说黑鹰是战场上的轻型 SUV， 那么越战时期的 CH-47就是那种能搬家的重型卡车。在越南的丛林里，美军最头疼的不是打仗，而是飞机的战损。一架单价几百万美金的战斗机或者直升机，如果迫降在密林里，怎么把它弄回来？派卡车路都没有，派吊车开什么玩笑？这时候 CH-47B 亮出了它的绝活，它装上了电力驱动的货物绞盘和3组加强挂钩，于是一个代号为Pip Smoke 的航空救援任务诞生了。这些支奴干就像是天空中的清道夫，他们飞到那些失事飞机的上空，几根钢缆垂下去，直接把断了翅膀的 F4鬼怪战斗机或者被揍成筛子的修一直升机，像拎小鸡一样拎回基地。根据美军后来的官方统计，整个越战期间 CH-47机队总共回收了12000架可型飞机。大家或许不知道这个数字的概念，这不仅是飞机的数量，背后还是整整30亿美金的资产啊！在60年代，30亿美金能买下多少个小国家的全部主权？这一项战绩，支奴干就不仅把自己的研发费用赚回来了，还给五角大楼省出了一支航母编队的钱。除了当收尸人，他在火炮吊遣上更是神一般的存在。美军最喜欢的战术就是用 CH-47吊着一门 M198 榴弹炮，货舱里塞进一整个炮班和弹药，直接飞到某个俯瞰敌方阵地的无名高地，放下炮开火，打完收工，吊起炮就跑。这种打了就跑的重火力和极高的机动性，让当时的北越军队完全摸不着头脑。但这还没完，
美军对力量的追求是病态的。1979年，真正意义上的终极完全体 CH-47D 出现了。这次升级，支努干的发动机直接换成了3750马力的 T55L712，扭矩大的能把地球撬动。最变态的是，它的最大吊挂载荷直接飙升到了 11.7 吨。你要知道，它的机体尺寸跟 A 型几乎一模一样，但它的有效载荷却翻了1倍多。这说明了美国在材料科学和发动机技术上的恐怖领先。这就好比你给一个普通人装上了一个核动力心脏，他还是那个人，但他能单手举起一辆主战坦克。CH-47D 的出现彻底奠定了他在全球重型直升机界的霸主地位。日本川崎重工直接拿到了授权生产，搞出了 G 型和 J1 型，成了自卫队的空中大动脉。英国皇家空军买了，成了他们的 HC 系列，在马岛战争中出尽了风头。甚至连台湾也在90年代末也引进了当时外销最强的 CH-47SD， 也就是超级 D。这种型号配备了更大的油箱，能装7800多升油，航程远的惊人。还装了当时最先进的全数字发动机控制系统，让飞行员开起来像开私家车一样顺滑。讲到这里，大家一定很好奇，既然这玩意儿这么好，全球都在抢，中国手里也有一架完整的，那为什么中国没抄作业呢？中国为何不仿造支努干？这个话题在很多军事论坛上都被聊烂了，几乎都围绕着历史局限。但今天我们将从最深层的技术上剖析。上世纪70年代，北越确实很大方地送给对岸一架缴获的近乎全新的 CH-47直升机。这架飞机被运回后，据说连油箱里的美军油料都没干透。后来到了80年代，中美蜜月期，波音公司为了推销，甚至把民用版的波音234刷上中国民航的 logo， 开着到处表演。当时不少人以为中国又能研发一台自己的支努干了，但结果几十年过去了，博物馆里依旧躺着那架美军10机，中国也始终没有国产的宋烈双旋翼直升机。Why？ 原因很简单，无法仿制。大家看到2组巨大的旋翼在头尾交叉飞舞，看起来很美吧？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机头那把扇子和机尾那把扇子哪怕有1/1000秒的异步，会发生什么？结果就是2组几吨重的桨叶像巨大的菜刀一样在空中瞬间对砍，整架飞机当场炸成碎片。要保证这种绝对的同步，需要一个极其复杂的被称为同步齿轮箱的装置。这个齿轮箱要承受2具合计近万匹马力的发动机扭矩，里面的每一个齿轮都需要极高强度的航空钢材，以及精确到纳米级别的加工精度。在那个年代，甚至在现在的很多时候，大陆的冶金技术和高密度机床根本造不出能扛住这种蹂躏的零件。再说那2根长长的贯穿机身顶部的传动轴，它们既要硬，不能在高转速下发生扭转变形，又要韧，不能在飞机的剧烈机动中发生疲劳断裂。美国能搞出这种神钢，是因为他们从40年代就开始在航空发动机领域砸钱、砸人、砸时间。中国那时候连普通的单旋翼直升机变速箱都搞得磕磕绊绊，更何况 CH-47的桨叶是复合材料做的，这种材料的配方在波音的实验室里是最高机密，它既要轻的像塑料，又要硬的像合金，还能在越南的酸雨、阿富汗的风沙里吹上几千个小时不走样。专家当年尝试过拆解研究，结果发现这玩意儿的工艺逻辑跟当时内陆的直升机研发技术完全不在一个次元。这样说吧，中国仿制一个10吨级的常规布局黑鹰，足足啃了30多年，才有了现在的直20，而24吨级的纵列布局的 CH-47，其技术难度至少是黑鹰的3到5倍。这就是美利坚工程学的护城河。我知道你看着眼馋，我也知道你拿到了时机，但我赌你造不出来。这种硬实力的代差不是靠满腔热血就能抹平的。到了21世纪，美军不仅没有让支努干退役，反而变本加厉地推出了 F 型。F 型采用了全新的机身结构，大幅减少了零部件数量，降低了机身振动。这就意味着这块老板砖不仅更有劲，而且维护起来更简单。现在的 CH-47F 合重已经超过了 9.5 吨，时速飞到了228公里。更可怕的是它的电子战能力，它装配了 EN-ELQ-211 电站干扰系统，能自动识别并欺骗敌方的雷达信号，表明它随时能从一个搬运工进化成了一个带盾牌、带智慧、带重拳的空中战士。看到这里，你可能以为支努干已经到了天花板，但别忘了，美军阵中还有一群专门在深夜出没的黑色幽灵。在美军最神秘的第160特种作战航空团，也就是著名的暗夜潜行者手中， CH-47变身成了通体漆黑、狰狞恐怖的 MH-47G。 这玩意儿已经完全脱离了运输机的范畴，它是一架全天候的渗透机器。
它的机头安装了巨大的地形跟踪雷达和前视红外搜寻仪，即便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暴风雪夜晚，或者是在崎岖如迷宫的山脊线中，MH47G 依然能贴着地面30米的高度，以200公里的时速狂飙。它的机舱门口不再只有 M60机枪，而是换成了每分钟能泼洒3000发子弹的 M134迷你港转轮机枪。它还有一根长长的像长矛一样的空中加油探管，这意味着只要天上有加油机，这头黑色大象就能从本土起飞，直接跨越海洋去摘掉某个大反派的脑袋。在海神之矛行动中，虽然风头都被那架坠毁的隐身黑鹰抢走了，但实际上正是 MH47 在后方提供了最关键的支援和后勤备份，它就像是一个永远可靠的坚实后盾。只要它在天上盘旋，地面上的特种兵就觉得心里有底，这就是支努干最无敌的地方。它不仅性能卓越，而且极其可靠。它已经经历了无数场战争的洗礼，它的每一颗螺丝钉、每一行软件代码都是用鲜血和实战经验喂出来的。现在，波音公司又在搞更变态的 CH-47F Block 2。美军的要求很简单，我要这架飞机在高温高海拔的情况下能吊起22000磅的重物。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要换装6500匹马力的 T55GA715发动机，要安装主动并联传动系统，用数字算力去精准匹配2具旋翼的每1牛顿力矩，还要把原本分散的3个油箱整合成一个巨大的油箱，既增加了油量，又减轻了重量。各位请注意，美军不是在设计新飞机，他们是在不断重塑这个完美的平台。因为在现有的物理框架内，宋烈双旋翼已经是重型直升机的最优解。只要美军的航空发动机技术还在领先，只要他们的材料科学还在迭代，支努干就能像个不老神话一样，在全世界的头顶上继续飞下去。看到这里，我不禁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现在给你100亿美金，你是会选择去研发一款全新的、看起来更科幻的直升机，还是会像美军一样，把一个已经证明成功的平台打造成极致的战争艺术品？我个人更倾向于后者，因为战争不相信科幻，战争只相信成功率。这就是 CH-47支努干称霸半个世纪的终极秘密。好了，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关于支努干，各位还有什么想聊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咱们下期视频再见。